精彩小说会成册，订阅小说世界不错过，全文一播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夜，暗无星光，李景轻轻拉上舷窗的窗帘，然后看了看表，还有10分钟就要到达指定区域。扫视了一下机舱内昏昏欲睡的队员，李景正了正耳麦，全体队员注意，最后一次检查装备，10分钟后开始行动。是。看似昏昏欲睡的队员们齐声应道，然后快速地检查装备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忽然李景的耳麦传来机长的声音：李队长，已到达指定区域上空，可以行动了。明白。李景点点头，拉下夜视镜，行动开始。随着李景的命令，舱门擦的一声打开，发动机的轰鸣声迅速灌入机舱，队员们排着队，一个接着一个从舱门跳了出去。看到所有的队员都已跳出，李景跟2个守卫舱门的机组人员用力拉了拉手，纵身跃向漆黑的夜空。风在耳边呼呼响起，李景默默数了几个数，然后拉开了伞锁。降落伞打开的一刹那，瞬间一股强大的拉力袭来，降落的速度慢了下来。突然间，李景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这好像不是正常的开伞减速，因为他感觉自己现在好像不是在下降，而是在上升，而且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。透过夜视镜，他能看到自己离队友打开的降落伞越来越远。李景全身绷紧，瞬间拔刀斩断伞绳，但是斩断伞绳也没用，没有了降落伞的阻力，他上升的速度更快，甚至比他跳伞时进行自由落体的速度还快。这时李景已经觉出上方有一股强大的吸力，吸引着他上升，他就像一枚铁钉，而他的上方则是一块巨大的磁石。李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这完全违背了他所掌握的物理原理。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响，就在李景觉得自己要喘不过气的时候，脑子轰的一声，就像炸开了一样，接着他感觉自己开始旋转起来，而且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。身上的装备开始被甩出去，先是戴在头上的夜视镜和耳麦飞掉，接着就是身上背的武器和战术背包。李景大骇，他下意识地紧紧抓住战术背包的一角，就好像要抓住救命稻草一样。但是这股离心力实在太大，他根本就抓不住。李景强行转动右手，用匕首挑开战术背包，随着背包撕裂，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在快速的旋转中消失。就在最后的铁盒子也要飞出去时，李景用力把匕首刺入箱内，然后拼尽全力抱在怀里。铁箱子保住了，但是李景的衣服却保不住了。由于李景刚才扭动身体，一股强风猛地从缝隙灌入衣内，就像是吹气球一样，迅速地膨胀起来。随着气球越来越大，最后终于承受不住，啪的一声爆了，李景的衣服化作碎片，然后迅速消失。衣服没了，接着就是裤子、内衣、鞋子、袜子。除了紧握的匕首和牢牢抱住的铁箱子，所有的物品全部离李景而去。但是李景此时已经顾不上了，高速的旋转让他产生眩晕恶心的感觉。李景知道一旦自己张口，怕是要连肠子都甩出来。李景紧闭双眼，凭着坚强的意志紧咬牙关，苦苦支撑。终于旋转的速度渐渐平稳，眩晕恶心的感觉也逐渐消失。但是李景猛然又发现了一件更加恐怖的事情，他的脑海里居然开始出现画面，而且就像看电影一样清清楚楚，只不过这部电影是倒着播放的。起初李景不知道这些画面是什么，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明白了，画面中全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件。李景看到了历史在倒退，他看到了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他看到了八国联军、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起义，看到了清朝在中原大地统治了300年，看到了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，清军的铁骑踏入关内。接着李景看到了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，其中有李自成、张献忠、罗汝才、高迎祥。他还看到了全国遍地的饥荒，无数贫苦的人在饥饿中死去，在战乱中死去。他们被官兵杀，被义军杀，他们就像是一群待宰的羔羊。他还看到了崇祯登基，魏忠贤把持朝政，皇帝在皇宫干木匠活。李景呆了，他不知道这些画面是不是真实的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跟他所知的历史完全不一样。突然，李景看到一个地方方圆数里，房屋尽毁，伤亡无数，
接着看到在北京城西南一隅出现一次剧烈的爆炸，然后没有然后了，画面猛地从这里停止了，旋转也停止了，眼前只有无边的黑暗。第一章大爆炸，树叶动也不动，闷得人有点昏昏入睡。这样的天气，一点水分都没，干燥异常，好像整条街都变得干巴巴的。大大小小的商贩来往不断，伸长了脖子吆喝着，嘴唇都裂开了白皮。街边一角，一窝人凑在一起，在说着什么，声音却不大。喂，你们听说没？前2天，这老天爷心里可不大舒服。一名穿着寒酸的百姓夹杂在人堆中，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指了指天，表情神秘至极。那人刚说完，身边众人猛地发出一阵哄笑，其中一人不屑地说道：“我说张敖，这老天爷发怒，难道还会告诉你这个穷丁不成？我看你定是没饭吃，又想骗哥几个请你。”张敖也不在意，摇摇头指着那人笑道：“你懂个屁！我张敖何时骗过人？你自是不会骗人，不过是骗吃骗喝而已。”那人笑道。这话一出，惹得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张敖鼻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哼声，冷眼看了下几人，摇头说道：“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爱信不信，我这消息可是从朝廷的邸报得来的。”朝廷的邸报？京城发生了什么大事？众人惊问道。好像很满意这种效果。张敖看了看周围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邸报上说，5月初6那天上午，京城上空突然发出一声炸响，紧接着天崩地塌，昏黑如夜，万事齐沉。听说死了上万人，你们说这不是老天爷发怒又是什么？有这等奇事？”有人惊问道。这还不算奇，奇的是在爆炸的中心的地方却没人受伤，只是不知何故衣物齐飞，寸丝不挂，听说就连那宫里的宫女都被脱光了几个，你们说这怪也不怪？张敖接道。张敖，我看你定是饿得发慌说颠话，竟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听了张敖的话，周围几人显然不信，见几人做出要走的架势，张敖急道：“你们把我这肚子给填饱了，我才有力气给你们接着说邸报的事儿。听说沈家悬赏50两银子要枚熊胆，张敖，你去猎头熊，得了赏银，估计这辈子都不用愁了。”哈哈哈！几人也不理他，边走边笑道。张敖向前追了几步，忽然定定地站在路口，半晌才骂道：“猎熊！猎你妈的蛋！熬夜我要是能猎熊，还用得着你们请客吃饭？”李锦自从那漩涡中出来后，便发现自己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中，这个世界跟电视上演的古装片一样，个个都是穿着奇怪的衣服，而且都是奇怪的发饰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，只是在这个地方，李锦已经转悠了很长时间了。记得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李锦是全身金光的来的，而且身上的战术装备全部都不见了，仅剩下的只有当时他努力抓住的铁盒和那把军用多功能匕首。就在昨天，他来到了这个叫临县的地方，而且看到了城门处贴的一张告示，只是那告示上写的都是繁体字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李锦当时听见念告示的人说，那告示时间竟然是大明丙寅年5月初7。李锦当时就无语了，大明谁知道都是明代，可是丙寅年是什么？一切都没头没脑的发生了。李锦在街上晃悠的时候，张敖说的话他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。张敖说的5月初6京城大爆炸，通过他的描绘，这很有可能就是明朝历史上发生的天启6年发生在北京王工厂的奇异爆炸事件。虽然李锦不敢确定时间，可是事情发生的地点和情况都一模一样。如果是的话，那么今天就是大明天启6年5月初8了。李锦正琢磨呢，忽然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，快跑，徐老三出来了！随着一声惊呼，街上顿时鸡飞狗跳，众人纷纷四下逃窜。李锦一愣，心道这徐老三不知是什么人，竟然把人吓成这样。回头一看，只见一群人纵马疾奔而来，为首一人，身着华服，手握马鞭，年纪约莫20上下，一脸兴奋的神态。前面那厮，徐老三来了，还不快让开！有人见张敖站在路口，急忙叫道。张敖也不知是饿的还是吓的，眼见马到了跟前，却硬是挪不动脚步。那华服少年却像没看到张敖一样，根本没有勒马，骑着马直接朝张敖撞去。被马撞上是何等的力道，张敖根本就没有生还的机会了。
可是偏偏就在这时，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把张敖使劲往后一扯，将张敖整个人甩了出去。不过由于速度太快，张敖虽然脱离险境，那救他的人却向奔马撞去。眼见就要撞上奔马，那人突然一拳击向奔马的脖颈，借着一拳之力，身体一侧，轻轻让了过去。那奔马受此一击，猛然止住奔跑，一声长嘶，前蹄高高抬起，差点没把马上的华服少年给掀下去。华服少年急忙抱住马的脖颈，拼力稳住坐骑，半晌才安抚住马匹，上来便骂道：你他妈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挡着本少爷的路，还敢打我的马，我看你是活腻味了。救张敖的人正是李景，他救张敖也是为了等下向他问话，好来解下自己心中的一些疑惑。1-2天没吃饭了，李景这一拳打了出去，顿时觉得有些发虚。听了华服少年的喝骂，李景冷眼看了过去。那华服少年与李景的目光一碰，不由得心里打了个突，他妈的，找死！见李景竟然完全不理会自己的主子，旁边的仆从顿时急了，抡起马鞭便要抽向李景。住手，先不管他，别误了少爷我的正事，咱们先去沈家。嘿嘿，我就不信这次沈家还不答应。那少年挥手拦住下人，然后打马前行。李景摇了摇头，突然张敖跪在身前，咚咚咚磕了几个响头，口中不住道：恩公，适才幸亏有您相救，不然小人此时已被撞死。张敖刚才差点被马撞死，半天没缓过神来，幸好身旁有人提醒说是李景救了他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急忙上前磕头答谢。李景皱了皱眉，伸手把张敖拉了起来，举手之劳，不必客气。张敖说话半文半白，李景也只好随着说话，说完之后只觉得十分的别扭。李景不愿多话，张敖凑了上来，边走边道：恩公，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，不知要到何处。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，李景哪里有什么去处。见李景神情有些茫然，张敖接道：恩公救了小人的性命，小人无以为报，想请恩公喝一杯，聊表寸心。听张敖要请喝酒，李景顿时停下脚步，上下打量了张敖一番，心道：你丫自己都靠骗吃骗喝才能填饱肚子，竟然还想请我喝酒，不会是想让我请吧？要是想让我掏腰包，你这眼力见也太差了。想想自己刚才救了他，他总不至于让自己掏腰包，另外自己也需跟人探探口风，当下点点头说道：喝酒就不必了，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。恩公请问，小人知无不言。张敖急忙说道：刚才那个恶少是什么来头？竟敢当街纵马狂奔？我听说他要到沈家，听口气好像有些不善，这沈家又是什么来头？李景淡淡说道。张敖急忙四下看了几眼，见周围无人，这才说道：恩公不是本地人，不知本县的事。恩公说的那恶少本名叫徐斌，家里排行第3。要说张敖这张嘴确实能讲，把沈徐家两家的家事讲得清清楚楚。邻县的富户首推沈家，另外还有一家虽没有沈家有钱，但势力却更大，这就是徐家。徐家也是经商之家，不过这一代家主徐老爷的弟弟却中了进士，并且投靠了阉党，现在已经升任卫徽府知府。而且为了拉帮结伙，在徐大人的撮合下，徐老爷的大女儿嫁给了张德金安阳知府的公子。这一下可不得了，官商勾结之后，数年间徐家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。徐家有财有势，顿时忘乎所以起来，尤其是徐老爷那3个儿子。这3个小子是吃喝嫖赌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县城里出的案子，10桩就有8桩跟他们3个有关系。而徐氏3兄弟中，有以老三徐斌为恶最烈，虽未正式娶妻，却已强娶了4房小妾，而且仍未收敛，只要见了稍有姿色的女子，便要调戏一番。据说只要徐斌出门，没有一次不闹得鸡飞狗跳，以至于县城里只要出现徐三公子的身影，路人便纷纷躲避，唯恐惊恼了这位瘟神。而首富沈家据说是明初巨富沈万三的后人，家大业大，不过沈家行事一向很低调，从不仗势欺人，还经常干些修桥铺路、舍舟散财之举，在邻县的口碑非常不错。沈家现任的家主沈老太爷年事已高，近年来已把家业交由长子沈正打理。沈正虽有经商之才，却只有一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而这次徐斌兴师动众，为的就是沈家的千金沈莹。第2章，沈家有女。沈家有女，
貌如天仙，并且知书达理。这在临县被传的神乎其神，许斌心里早就惦记上了。徐老三也不是傻子，他自然知道，一旦他老子去世，徐家的家业肯定是轮不到他的名下，若是能把沈正的女儿娶来，那沈家的家产不就是他的了？于是徐老三便怂恿父亲到沈家提亲。可是徐家三少的恶行满城皆知，沈正又岂能不晓？一听是为徐三说媒，顿时大怒，把媒人一通臭骂，赶出家门。徐家也不气馁，又高价请了几位媒人前去，但每次都被沈正骂得狗血淋头，后来直接用棍子把媒人打了出去。沈家此举自然恼了徐家，不过沈家也是有钱人家，徐家虽然有事，一时却也拿沈家没有办法。听了张敖的讲述，李景忽然想起城门处张贴的悬赏告示，便问道：沈家家父为何还要悬赏求购熊胆？难道县城的药铺没有熊胆吗？即便临县没有，难道别处也没有？张敖闻听苦笑了一下，又给李景讲起原因来。原来数日前，沈老太爷身上长一小疮，起初不以为意，不料脓疮渐大，继而破发，沈老太爷疼痛难忍，随即昏迷不醒。正在外地做生意的沈家兄弟得了消息，急忙返回家中，找来好郎中视诊。郎中把脉之后告知沈正，沈老太爷的病是肝胆失衡引起，只需平肝解毒便可痊愈。那郎中开了药方，临走时特意言明，老太爷年事已高，病情危急，需以熊胆为主药，才能快速见效。熊胆虽是名贵之药，价格不菲，不过沈家豪富却也不会在乎这点小钱儿。沈正急唤下人暗方抓药，没想到临县大小药铺竟然没有熊胆，又急忙令人快马奔赴府城购药，谁知府城药铺的熊胆也早就被人购买一空。不光如此，周边的县府所有熊胆也全部被人买走。这下沈正慌了手脚，无奈之下只能张贴布告，高价求购。李景听完略一琢磨，已明白其中缘由。徐家被沈家拒婚，岂能善罢甘休？估计早就虎视眈眈地盯着沈家，只要沈家稍有破绽，就会狠狠地扑上去。定是徐家在知道沈老太爷得病的消息后，把周围府县的熊胆收购一空，准备借此要挟沈正。徐老三此时前去提亲，定是认为沈正若想老夫活命，就得拿女儿去换。李景摇了摇头，这徐老三是个纨绔恶霸，沈家未到山穷水尽，岂能轻易答应这门亲事？他此时去不过是自讨其辱而已。想到沈家的处境，再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，李景突然心里闪出一个念头来。琢磨了一下，李景说道：张敖，带我去沈家。公去沈家干嘛？沈家家大业大，肯定不会怕那徐三。张敖挠挠头道。李景摇摇头，也不知这张敖是真傻还是装的。自古富不与官斗，沈家再有钱，能斗得过徐家这样有官府撑腰的恶霸吗？不过他也不解释，只是看了张敖一眼，轻轻挥了挥手道：走吧。李景带队执行任务多次，杀人更是不知多少，骨子里自有一股威势和杀气。徐三那等恶霸看了一眼，尚且胆战心惊，何况张敖？张敖被李景瞧了一眼，便有些胆突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在前领路。沈府内厅，沈正呆呆地坐在床前，看着毫无生气的父亲。老爷不要心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听有人呼唤，沈正猛然回头，却是自己的妻子王氏。这叫我怎么不心急？眼见父亲的病一日重过一日，那熊胆却没弄到。沈正看着王氏微嗔道：自打老太爷生病，老爷衣不解带地服侍着，已经清减了许多，妾身心中不忍。另外有一事想跟老爷商议。王氏轻声说道。听王氏关心自己，沈正心中一暖。何事？王氏走到沈正身后，一边轻轻给他捶着后背，一边说道：老爷，妾身觉得咱家买药这事儿有些蹊跷。那熊胆虽是珍贵之物，但是用药却是极少，为何会被人大量收购？沈正扭头看了王氏一眼，嘴里叹了口气：是啊，我也琢磨这事儿呢，是谁把那么多熊胆收走了呢？此事其实并不难猜，依妾身来看，此事怕是徐家所为。王氏说道。你是说徐家想通过熊胆要挟我？沈正皱了皱眉。怕是如此了。王氏轻轻点点头。沈正起身在屋内踱了几步，
这几日他也怀疑收购熊胆是徐家作为，不过一直不敢断定，此时连自己老婆都能看出来，定然不会错了。这种事只有徐家才干得出来，也有能力办成。沈老太爷年事已高，若无熊胆，怕是坚持不了几天。这时一旦徐家拿着熊胆前来提亲，沈正就得屈从，不从保不住沈老太爷的性命。沈正有为笑道，以后再也不用抬头见人了。从了，沈正的女儿就得嫁入徐家，这一生就算毁了。一边是老父，一边是女儿，都是沈正至亲至爱的人，想明缘由，沈正更是心乱如麻。忽然沈正转头问道，你是如何看出此事的？沈正和王氏成亲20余载，对妻子十分了解，知道妻子可没有这般见识。是女儿告诉我的。王氏轻声说道。女儿告诉你的？沈正知道女儿知书达理，温婉贤淑，却不想还有这般见识。既是女儿告诉你的，那她还跟你说什么？沈正接问道。女儿还说，让老爷莫要着急，只要老爷应允了亲事，老太爷便有救了。说完，王氏忽然掩面哭泣起来。他也知道，一旦老爷应允了这门亲事，女儿这一生就算完了。见妻子哭泣，沈正急忙低声呵斥道，怎么在这里哭泣？若是让下人听到，还以为老太爷已经没了呢。王氏急忙擦了擦眼睛说道，是，我是想到女儿以后的样子，一时忍不住。沈正叹了口气，轻轻拍了拍妻子的后背道，女儿还跟你说什么了？见丈夫安慰自己，王氏心中温暖，轻轻靠在沈正怀中说道，女儿说，还有一事，老爷要早做打算。什么事？沈正轻声问道。让老爷把二叔家的老司机先过继过来，这样以后咱家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沈氏说道。沈正闻听顿时怔了，他只有一个女儿，不过二弟沈毅和三弟沈清的儿子却是没少生，只是这些嫡出的少爷们个个资质平庸，而且好逸恶劳，大家都知沈家的家业若是落在他们手上，必定会败落一空。倒是二弟沈毅的小妾生了一个儿子不错，不过因为是庶出，想继承家业却是万万不能。可以说沈家的家业要想不败落，只能着落在沈家小姐身上，招个有能力的上门女婿入赘。不过但凡有点能力的人，又怎么可能入赘？沈正无子，日后的家业只能传给女儿，一旦女儿加入徐家，财产变成了徐家的，想不到女儿连徐家的图谋都看穿了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她竟能看出沈家其余两房当中，只有沈继先能够继承沈家的家业。沈正正在思索，王氏接道，女儿还说临县非久留之地，让老爷早做打算，尽早搬离。沈正一愣，自己的女儿了不得呀，竟然看得如此长远，这个女儿岂能嫁给徐老三那个王八蛋？夫人，你回去告诉女儿，让她只管安心，我定然不会让她嫁入徐家。沈正捏了捏拳，那我先回去了。王氏说完，转身推门而去。看着妻子出去，沈正心里却叹了口气，话虽轻巧，可真要事到临头，却又如何是好？沈正正想着女儿说的话，忽然门外传来声音，却是下人沈六儿前来报信，徐家老三求见。沈正闻听大怒，给我打出去！张敖带着李景出城，一路向西，约莫走了3、4里地，远远便见杨柳依依，后面好大一处宅院。在宅院的门前树旁还站着一群人，正是徐三和他的手下。李景笑了笑，自己所猜没错，徐老三定是吃了闭门羹。看到徐老三，张敖自是不敢跟着恶少见面，远远便停了下来。恩公，徐家有官府撑腰，附近便是张德卫所，住着4、5千兵马，恩公千万别惹了大事。点了点头，李景心中倒是感激张敖提醒，官府衙门的差役他可以不在乎，但是这里还有驻军的话，可就得小心在意了。面对千军万马，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是无用。李景来的本意是，一旦徐老三真的用强胁迫，那就顾不得了，先解决这个恶少再说。既然徐老三没有进门，就说明沈家没到山穷水尽，没去搭理他。而徐老三这个蠢材提前暴露意图，这次吃了闭门羹，怕是3、2日之内不会再来，不过时间再长就不一定了。此时李景已经断定，现在是大明天启6年，这个时候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朝政，朝堂上大肆排斥打压异己，
对下面的老百姓则是横征暴敛，使得民不聊生。而关外的满人却步步紧逼，大明王朝已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。作为一个现代人，而且是一个军人，到了这样一个时代，不可能没有一点想法。但是出于职业习惯，李景做任何事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，胆大心细，已经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，再也不可能改变。第3章第3条路。李景对明朝的历史虽然不是极其熟络，却也不是一无所知，至于最后的走向更是清清楚楚。来的时候，在路上，李景通过张敖各方面打听，一面分析，一面揣摩，既然真的来到了古代，那必须有一番计策，不能被淹没在这茫茫的历史之中了。不然的话，穿越岂不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了？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刚来的时候，李景不知道自己从什么通道过来的，他暂且将那想成是时空隧道了。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，这些都像是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。谁想自己的祖国越来越差，被强国欺辱。摆在李景面前有2条路，一条是投效朝廷，当兵打仗立功升官，但是对李景来说，当官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明朝官员的腐败程度他是知道的，不然的话，大明王朝也不会灭亡。以他现代军人的性格，跟明朝的官场根本是格格不入，根本没有升官占地盘的可能。第2条路是跟李自成、张献忠他们造反。可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之流是什么货色，李景也很清楚。这俩人除了烧杀抢掠，基本不会干别的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建设一个国家。李景不可能跟他们同流合污，去祸害老百姓。这2条路行不通，那只能走第3条路，那就是自己先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，找个靠山，乱世之中徐图发展，慢慢壮大。纵观历史，大多数政权好像都是这么发展建立起来的。不过这条路既好走也不好走，说好走是因为这个模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，李景不需要自己摸索，基本不会走弯路。不好走是因为前期发展太难，主要是李景现在没钱，就算给他一批人也养不活，只能像李自成他们那样去抢，那样必然会遭到朝廷的围剿，想建根据地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如果有钱的话就不一样了，有钱的话就可以找个偏僻之地养一批人，暗暗发展。可是钱从哪儿来呢？李景看了看不远处那深幽的宅门，眼下的沈家也许就是一个机会，但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，却要好生记忆一番。李景心里不停地盘算，然后一点点推敲，力求让自己的计划毫无破绽。公，徐老三他们要走了。忽然李景感觉有人轻轻推了自己一下，李景转头一看，却是张敖。看到张敖，李景脸上忽然露出一抹笑容，他的计划正好差个传递消息的人。张敖认识的人不少，而且喜欢到处传播消息，做这个事却是正好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李景笑道。恩公救我一命，张敖无以为报，想请恩公吃顿酒。张敖舔着脸笑道，算了吧，看你的样子也没几个钱，这顿酒就免了吧。不过你这个人知恩图报，是个有义气的人，我也想交你这个朋友。这样吧，等我去猎熊，取了熊胆换取赏银，到时请你喝酒。李景笑道。公要去猎熊，这个活可有些危险，我听说为了猎熊换取赏银，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。公还是不要去冒险了。张敖吓了一跳，李景毕竟是个人，熊豹、虎狼之类的猛兽在古代是非常危险的。李景说要去猎熊，这简直是超出了张敖的见识之外。不过李景真的想要猎熊，却不是十分的艰难，他带来的那把匕首和那铁盒子里的东西足够他猎只熊了。没事儿，我敢去猎熊，自然是有把握的，你就放100个心好了。对了，你说有不少人死于熊掌，可知哪里有熊？见李景毫不在意，张敖倒是信了几分。他在城里也见过几伙猎人要去猎熊，但个个都是战战兢兢、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哪有李景这么镇定？不过张敖还是追问了一句，恩公莫要骗我，可是真有把握？李景摆了摆手，告诉我哪里有熊，然后你就等着吃酒吧。从这里往西走大约20多里就是湖关境内，进入湖关以后，西北30多里有片山林，听说那里面就有黑熊。张敖说道。哦。李景看了看天，琢磨了下说道，这么说要走50多里的山路了。
今日天色已晚，怕是赶不到了。天黑前倒是能到湖关境内，在那休息一夜，明日上午就能到达你说的山林。如果顺利的话，2天就能赶回来。这2天你就在沈家附近候着吧，等我拿了赏银，请你喝酒。要不我跟恩公一起去吧，多一个人还能多个帮手。张敖如如道：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李景笑道。看着远处徐三带着家丁离去，李景也不停留，让张敖指了下方向，顺着山路快步离开。这一去，李景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，张敖的嘴正好能为他所用。李景很清楚，舆论的作用是很大的。走了20多里路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李景寻了处地方便休息起来。次日一早，变了下方向继续前行。走了一上午，李景来到一个小村庄。这个村庄只有30多户人家，李景大略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居家的大多是些女人和孩子。看看天色，估计当家的不是在田里干活，就是上山打猎去了。李景摇摇头，自是不能跟这些女人说话，至于孩子就更不合适了。来到村头，忽然发现一个老汉坐在屋前喝水，李景想了想，走了过去。这老汉家的围墙是用树枝等物加的篱笆，只有1人来高。隔着篱笆墙，李景说道：大叔，我讨碗水喝可以吗？那老汉倒是个爽快人，随口应道：莫客气，小伙子进来坐。李景应了一声，推开院门走了进去，便开始四处打量起来。这座院子很大，从门口到房前足有30多米。院子里有几棵果树，稀稀落落的结了几个果子，地上好像是种了一些蔬菜，长得那叫一个磕碜。至于是什么菜品，那就不用提了，李景从来就没见过。这房子有几间，李景也没细数，不过东西跨度足有20多米。房子东头是个粮仓，西头则堆满了柴草，高矮比房子也差不了多少。走到近前，那老汉随手拿过一条凳子，坐吧，我去给你取个碗来。说着转身进屋取出一个大碗，手里还拎着一个黑乎乎的水壶。那老汉满满倒了一碗水递给李景，李景接过碗来，咕嘟咕嘟一气喝了半碗。走了一上午，李景倒是真的渴了。放下碗，李景笑道：多谢大叔，请问大叔贵姓？还有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当不起，当不起，老汉免贵姓陈，你叫我陈老汉就行了。这里是陈庄，是山西和河南交界之地，归山西湖关县管辖。陈老汉说道。湖关是个好地方啊。李景笑着赞道。地少人稀，又有什么好了？老汉摇了摇头，接道：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景，木子李，风景的景。李景点点头。呵呵，什么木子李，还风景啥的，老汉我大字不识，你说了我也不认得。陈老汉笑道。笑了会儿，陈老汉接问道：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听你的口音可不像是山西人，有点京师以北的味道。对，我是从北边过来的。李景说完，把剩下半碗水喝干。北边过来的，看你的身形不像是逃难的，似乎从过军。边军，不会是逃出来的吧？难道咱们在北边又打输了吗？可咱们汉人是贱奴人数的100倍，却总是输多赢少，都是阉贼误国。陈老汉说完叹了口气。李景身材匀称，脸型刚毅，坐姿挺拔，明眼人一看就是当兵的出身。陈老汉能看出来，李景倒没觉得有什么奇怪。是啊，阉贼当道，可害苦了天下的百姓。李景也跟着叹了口气道：你这是要到哪里？投亲？陈老汉接问道。李景摇摇头，来这边有点事要做。呵呵，大叔，这村子里我看都是老少妇孺占多数啊，家里的男丁呢？其实李景是来猎熊，只是他不可能明说，不然还不把这老头子给吓死了。要不是这陈老汉就会认为李景是个白痴，大白天的说什么去猎熊。话说完，陈老汉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接着道：家里男丁都出去做活赚生计了，老汉我有2个儿子，一早进山打猎去了。听陈老汉说他2个儿子，而且还都会打猎，李景差点高兴的没跳起来。虽然他有猎熊的能力，但是这茫茫大山之中想要去找只熊，不知道要费多大力气。不过要是有猎人在就好了，他们经常在山里转悠，哪里都有什么动物出没，
一定会比李景清楚得多。不过要进山里打猎，也不知道多长时间能回来，李景只是来讨水喝，不找些话说，也不好在这里久留。明代的历史大体框架，李景还是清楚的，只是每个历史朝代之下都有一些细枝末节，李景怕说多了露馅儿，只能有一句没一句的瞎聊着，心里焦急地等待老汉的2个儿子回来。眼见日头偏中，这已经到了正午，李景都说得口干舌燥了，期间试探性地问了问老汉的2个儿子一般什么时候回来，老汉也说不准，打猎这事情一般都会有了好收成或者危险才会返回。李景不知都喝了多少碗水了，心里只想着猎熊，那老汉也不烦，就一句一句地跟李景扯着。